11月10日，烏克蘭國家反貪局指控總統澤連斯基的親信商人明季奇涉嫌侵吞近1億美元公款。此人被抓前神秘離開烏克蘭，只在公寓爆出一隻金馬桶和大量現金。12號，腐敗醜聞登上報紙頭版，引發大規模抗議。隨後，澤連斯基發表講話：能源領域腐敗不可接受，烏能源部長、司法部長應聲辭職。11月20日，特朗普的和平計劃28條曝光，包括割讓頓涅茨克、盧甘斯克和克里米亞近8萬平方公里土地，全面取消對俄制裁。董王下達最後通牒，必須27號感恩節前簽署。大家好啊，我是終於吃上熱乎的星辰。哎呀，你知道對一個想好好整活的周更博主攤上這個熱鬧的世界有多麼絕望嗎？剛準備想寫搞事首相，歐洲又高舉關稅大棒，轉身特朗普、克林頓成了一對酷命鴛鴦。再看董王這個28條，只能說真抽象。我是真好奇，京子手裡到底有董王什麼把柄啊？更神奇的是，歐美头牌媒體態度180度轉彎，對小澤口誅筆伐。還有特朗普這個掀起輿論巨浪的和平28條有哪些內容？俄烏能就此和平嗎？歐公子又作何反應？轉發加點讚，這就是和平。聽特朗普說。經常當總統的小夥伴都知道，作為諾貝爾和平獎的無冕之王，川普自上台以來一直不辭辛勞，心念俄烏，無奈雙方都不太買賬，導致24小時結束衝突，屢屢擱淺。眼看馬上中期選舉，董王整出了個大的俄烏和平28條。先看具體內容，首先是烏克蘭的主權將得到承認，但必須修改憲法，明確不加入北約，裁減軍隊上限到60萬人，還要保持無核狀態。最爭議的還是領土條約，被俄佔領的克里米亞、頓涅茨克、盧甘斯克將被承認事實上屬於俄羅斯，並作為非軍事緩衝區。烏克蘭放棄宣稱，哪怕現在仍在烏克蘭控制下的以上各州領土要交給大俄。也就是說，毛子不分一槍一彈，還能額外合法領取2300平方千米領土，相當於一個盧森堡面積。按現在的俄軍的推進進度，至少得打2月。扎波羅熱和赫爾松則以現有前線為邊界，北約不得在烏境內駐軍，只在波蘭部署戰機。付出這麼大代價，得到了啥呢？烏克蘭將獲得美歐的強力安全保障。如果俄羅斯再次入侵，將啟動強有力的軍事回應，並重新制裁。對俄羅斯來說，必須放棄任何進一步的領土主張，從佔領的哈爾科夫和蘇梅部分撤出。當然了，這地兒隨着2022年哈爾科夫大反攻，大俄本就沒多少。條約還要恢復俄羅斯的國際地位，邀請重新加入 G8， 同時歐美分階段逐步解除對俄制裁，這意味着2014年以來吞併克里米亞後的所有國際負面影響全面清零。是不是感覺不太公平？有沒有一碗水端平的呢？有的，將俄羅斯佔領的歐洲最大核電廠扎波羅熱電力平分給俄烏雙方。你別問電廠是誰的，你就說是不是平均了吧。為了讓歐洲獲得參與感，董王還貼心的加入歐盟額外掏1000億美刀幫烏克蘭重建的條款。為彰顯軍浩蕩，歐洲扣押的3000億俄羅斯資產也得全脫，1000億用於烏克蘭重建，美國吃點虧就拿50%利潤，剩下2000億還給俄羅斯用於美俄經濟合作。很喜歡彈幕的一句話啊，看完不禁讓我有種強烈的時空錯亂感。朋友們，現在日曆上明明是2025年，怎麼感覺回到1938了呀？不知道還以為是美國和俄羅斯一起入侵烏克蘭呢。表面上这是冲突以来烏克蘭拿到的最喪權辱國的協議，實際的確如此，相當於放棄20%的國土，只換回不到0.5%，而俄羅斯的核心訴求幾乎全部滿足，甚至有意外收穫。特朗普1.0時代的國師博爾頓直接怒噴：你讓俄國人自己寫都寫不出這麼逆天的條約。此外，協議還要求必須100天內重新大選。對烏克蘭而言，這份協議是不是生死關頭不知道，但對小澤來說，要是簽了字兒，恐怕只能去基輔街頭 cos 晴天娃娃了。我估計啊，現在小澤心情是這樣的。2025年的第一場雪，比往時候來得更晚一些。若坐在鍍金的輝煌宮殿，澆滅了最後一絲殘存的尊嚴。2025年的第一場雪，輕飄在扎波羅熱艱難的前線。我像一隻迷失前路的蝴蝶，在白宮牆外的秋風中被劫。
忘不了川普當面抽怒的感覺，他和普京會面時的笑容更親切，幾乎同業的悲憤凜冽，最後的協議擺上我的桌前。契合時都說好要保障安全，如今卻要我接受國土碎裂，問川普為何限制我的一切，川普說普京有他敏感照片。抽象歸抽象，這很符合董王的風格。在他的交易藝術裡，世界好比一個房地產項目，既然二毛這棟樓被大毛燒了一半，最好的辦法不是自己掏錢請消防隊，而是趁火打劫，最後把樓裡燒剩的東西和地皮分一分，轉頭告訴鄰居歐公子，你們趕緊重建啊，否則火要漫到你們嘍。我有一計，要不小澤也整個俄烏和平一條啊，美國必須立刻免除所有債務，並加大援烏力度，否則將無條件投降並加入俄羅斯聯邦。雖然川皇有點發癲，協議比較逆天，歐洲忙着冒煙，小澤原地升天，但最抽象的還不是董王這和平28條，而是各路盟友如同川劇變臉似的反應。21日，小澤堅定表態，烏克蘭面臨艱難選擇，要麼失去尊嚴，要麼失去關鍵夥伴，要麼接受困難的28條。美國的提議預示着沒有自由、沒有尊嚴、沒有正義的生活，但我絕不背叛國家。看完協議的老歐洲也是滿腦子的合意味。法國外長跳出來義憤填膺，和平絕不能是投降。馬克龍、斯塔默和莫茨則紛紛保證全力支持烏克蘭爭取持久公平的和平。烏克蘭的未來必須由烏克蘭決定。好家伙，老歐洲終於長出硬骨頭了啊！但你沒辦法拿出不存在的東西，就像好萊塢為什麼不用黑人演花木蘭？因為花木蘭是替父從軍啊！果然一天後他們沒繃住，在南非參加G20的英法德加意歐盟緊急發表聯合聲明，認同美國提出的28條作為談判基礎，不過需要修改。不是說好的支持小澤爭取持久公平的和平呢？好消息是23號啊，一向拖拉的歐洲以迅雷不及暴風影音之勢，對這份嚴重偏袒俄羅斯的28條逐一修改，並出台了歐盟版28條，包括烏軍上限從60萬改為80萬，允許烏克蘭可以加入北約，條件是成員國一致同意，反對割讓現有領土和主權，必須根據現有戰線停火後開始談判。烏克蘭承諾不會武力收復領土，還有美國給予烏克蘭集體自衛權的安保承諾。此外，美國使用凍結的大額資產投資賺錢也不行，這些資產必須給到烏克蘭作為重建與經濟賠償。最後，條約監督不能只有美和俄，必須成立美、烏、俄及歐4方的聯合安全工作組。當天，歐委會馮德萊恩再次重申：一、不能以武力改變邊界；二、作為主權國家，烏克蘭的軍隊不應受限；三、歐盟保障烏克蘭和平的核心地位必須充分體現。不是，你們到底聽誰的呀？翻譯翻譯，什麼叫以28點為基礎？什麼叫不能以武力改變邊界？烏克蘭不以武力收復領土，用什麼收復？用愛嗎？還是坐等毛子發善心，主動送還本國立法歸屬自己的領土？這自相矛盾啊！而且不准董王拿凍結的俄資產投資盈利，我懷疑歐公子是沒睡醒，分不清大小王了啊！總結就是，歐盟版28條最多算個臨時停戰協議，領土問題呢含糊不清，一點意義都沒有。俄羅斯呢也給出了回應，歐洲版28條不適合俄羅斯。當然了，但凡見過澤盛帶歐洲7國元首白宮叩見猶如酋長一樣的董王給他們小板凳訓話的盛況，小澤就該明白，把希望放在歐洲，不如去清真寺裡拜拜耶穌，讓菩薩顯靈，給董王套個阿爾斯海默症，這樣說不定過2天呢，他自己轉身就把28條撕毀了。雖然歐洲不靠譜，好在董王如是啊。21號，董王還在給基輔發最後通牒，威脅不簽就切斷情報和武器供應。22號被記者追問時，他又表示28條不是我的最終方案啊，反轉。1天後呢，又在社交平台開炮，怒噴小澤不知感恩，順帶罵歐洲還在買俄油，再反轉。更匪夷所思的是董王變態快，連國務卿盧比奧都懵了。21號，盧比奧在告訴參議院共和黨議員，28條不是政府最終計劃，而是俄羅斯的願望清單。1天後，盧比奧出來背鍋，否認自己說過這話，稱和平28條由美國起草，是談判的堅實框架，留下國會老爺在風中凌亂。再仔細一看，28條文件的一些用詞兒好像還是俄語直譯的。
哎呀，要說盧比奧啊，還得多跟老嫂子貝森特學呢。同樣的問題，他是這樣的。Let me ask you simply, Mr. Secretary, was this 28-point plan written by Russia? I have no information on that, Kristen, but I can tell you I am the highest-ranking U.S. official to have visited Ukraine. I went last February, and when I went last February, I went with an economic cooperation agreement between the U.S. and Ukraine. 是的，就是这样魔幻。川普这一届的180度大轉彎都比《速度與激情》全系列加起來還要多。今天特朗普跟團隊互相不一樣啊，明天團隊之間說法不一樣，後天特朗普跟自己說法又不一樣，大後天團隊跟之前說法也不一樣。再小提一嘴啊，去年前總統拜登剛和烏克蘭簽署了長達10年的安全協議，現在協議在白宮官網長這樣。接下來咱們玩一個角色扮演遊戲。彈幕裡的各位國家元首可能要問了，如果和平條件對烏克蘭非常不利，但川皇一定要抽身休戰，而俄羅斯也同意，難道還能強逼小澤不成？要是不簽，那就得上秤了。有些事兒不上秤沒有4兩重，可要上了秤，1000斤都打不住。就在28條爆出前的11月10日，烏克蘭國家反腐敗局查出澤連斯基的親信明季奇侵吞公款，隨後的調查更是令人大驚，涉案人員是由烏能源部長、司法部長、國有能源企業高管組成的龐大犯罪集團，通過核工業巨頭烏克蘭原子能公司收取回扣洗錢，已查明近1億美元。案發後，涉案7名高官中5人被捕。14號，今年7月，涉嫌貪腐後剛剛繳納1.2億保釋金獲釋的烏克蘭副總理切爾尼紹夫再次捲入此案被捕。然而就在反貪局上門前幾小時，商人明季奇呢卻由於未被任何通緝且文件齊全，得以合法離開烏克蘭。這位明季奇是何許人呢？他與澤連斯基曾同為電視製作公司第95街區合夥人，一起拍戲的哥們兒。該公司的著作正是讓小澤一戰成名的喜劇《人民公僕》。此人呢相當複雜，父母是以色列人，妻子是俄羅斯零售巨頭的女兒，婚禮在耶路撒冷辦的。明季奇還曾為小澤引薦了烏克蘭寡頭科洛莫伊斯基作為總統競選金主。2019年大選時，甚至騰出自己的防彈車供小澤使用，有秦王護駕之功。2021，兩人還在公寓一塊過生日，關係相當親密啊。更詭異的是，《紐約時報》、BBC、路透社等歐美主流媒體開始在頭版密集聲討澤連斯基，半島電視台甚至打出一場腐敗醜聞很可能結束俄烏戰爭的標題。而由於最近烏克蘭基建屢遭打擊，導致供電不足，再加上親信整出大醜聞，烏克蘭人也開始抗議。一時間，小澤從抵抗邪惡的英雄秒變利欲熏心的小人。更有意思的，之前薩達姆卡達佐倒台前呢，都被爆出過黃金馬桶。2014年，前總統亞努科維奇在被抗議推翻後，也是在公寓發現了金馬桶。現在又在小澤的親信明季奇的公寓發現了金馬桶。此時此刻，恰如彼時彼刻。其實對付那些失敗或失去價值的代理人 ，CIA 多的是手段。西貢時刻，阿富汗大撤退，你真當美國會為了烏克蘭去拼命啊？11月23日，就在小澤積極聯繫歐洲，董王發文狂噴小澤，歐洲忙修改28條，亂成一團之際，美烏代表團在瑞士發表聯合聲明，我們在28條基礎上制定了一個更新更完善的和平方案19點計劃。參與談判的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宣稱取得巨大進展，只剩下幾個問題尚未解決，據說進行了大幅修改，但他拒絕透露修改細節。隨後，澤連斯基一邊發長文感謝美國領導，感謝每一位美國人民，尤其感謝特朗普總統，一邊準備就新方案四顧白宮。另一邊，白宮新聞秘書24日又表示，本周總統沒有與澤連斯基會晤的安排。其實，與其說特朗普的28條是一個和平協議，不如說是一場注定爛尾的時政連續劇。除了羞辱烏克蘭，讓全世界看清懂王他口，歐洲軟弱外，改變不了任何事情。對烏克蘭來說，戰場上得不到的，不可能談判桌上得到。而歐洲既沒有實力，也沒意願從美國手裡接手烏克蘭的爛攤子，他們的支持依舊停留在10%的援助加90%的嘴炮。這不，24日德國總理默茨又跳了出來，烏克蘭的利益也是歐洲的共同利益，歐洲希望永久保護這些利益，確保烏克蘭不會單方面被迫領土讓步，還必須擁有抵抗侵略強大的武裝力量，然後還要求俄方做
坐上談判桌，在和平計劃中邁出下一步。這就跟遇上劫匪不是上去跟他搏鬥，而是高喊口號“正義必勝”，然後就得趕緊把搶的錢捐了回家種地吧，沒啥區別啊。至於特朗普，他急於從俄烏抽身，攜調停之功備戰中期大選，但面子上呢還得繼續贏，最終進退兩難。而歐洲表態以美方28點計劃為基礎，也將特朗普牢牢捆上了主導和談的戰車，最後通牒呢又不了了之。我還有個問題啊，現在是俄烏掐架，你們美歐烏三方聊得起勁，不用管毛子嗎？等你們一廂情願拿着改得面目全非的28條，那我估計又會進入例行扯皮，最後再談崩啊，繼續打。好吧，普京對28條和平計劃態度很簡單。Если в Киеве не хотят обсуждать предлож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Трампа и отказываются от этого, то и они, и европейские поджигатели войны должны понимать, что события, которые произошли в Купянске, будут неизбежно повторяться и на других ключевых участках фронта. 烏克蘭現在形勢屬於簽協議越晚丟土地越多，丟土地越多簽協議越早，所以簽協議越晚簽協議越早。2022年俄烏衝突半個月後，雙方曾達成一份伊斯坦布爾框架，條件僅僅要求烏克蘭放棄加入北約，接受永久中立和無核地位，限制軍隊規模，而俄羅斯則同意放棄圍困基輔。但隨着4月英國首相鮑里斯突訪基輔，親自勸說小澤，最終協議被扔進垃圾桶。而這可能也是俄烏衝突4年多來烏克蘭拿到的最好的條件。如今隨着戰場形勢變化，烏克蘭面臨開戰以來最奇恥大辱的協議。有句話叫正義必勝，但誰來定義正義呢？誰來執行正義？縱觀人類歷史，正義與否從來都是勝利者書寫。俄羅斯這個曾經的世界第2軍事強國，在烏東的泥潭裡把蘇聯留下的老底子連同大國的體面一股腦的輸進黑市的油氣管線後，憑借龐大的領土和人口迎來轉機。11月以來，在寒冬 buff 的加持下，俄軍在烏克蘭境內推進了約400平方公里。11月20日，俄羅斯宣布控制烏軍在哈爾科夫的重要據點庫皮揚斯克市。至於烏克蘭，目前欠債超2000億美元，債務占 GDP 比值從戰前的 55% 飆至 100%， 整個國家不吃不喝5年才能還上，3年內人口至少減少了 10% 至 15%， 出生率跌至歐洲最低。據估算，整個烏克蘭重建成本約5240億美元。無論是東線戰場的節節敗退，還是腐敗醜聞招致的西方攻擊，亦或如今被逼到絕路的28條，在3年裡付出近1代人的代價後，這個冬天對烏克蘭注定寒冷。歷史的弔詭就在於，人們往往在付出更高代價後才捶胸頓足，後悔不已，但那時回頭已無可能。Це слабкий глава держави. Слабкий, який не зможе утримати удари Путіна. Але не можна гратися з країною під час виборів президентських. І не може війну з російським агресором вести актор, талановита людина, але без будь-якого досвіду. Ціна, яку заплатить десятки мільйонів українців, може бути дуже-дуже великою.